美国这段时间可是忙得不亦乐乎了，不仅在乌克兰的危机中火上浇油，还把乌克兰总统这颗棋子弄得晕头转向，还对俄罗斯的制裁又进一步的升级。大家都在对俄乌战争危机议论纷纷之时，地处中国西部边陲的尼泊尔最近有变，将变成美国的一枚新棋子。据尼泊尔加满德都邮报2月28号报道，尼泊尔议会在2月27号批准了受到众多关注的千禧年挑战公司协议。其中有网友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对尼泊尔来说就像是一个卖身契，唯一受益的将是美国。早在2017年，尼泊尔政府就与美国签署了 MCC 协议，即所谓的 MCC 援助法案。此协议中，美国向尼泊尔提供总额5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尼泊尔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改善国内基础设施条件，从而促进尼泊尔经济发展。尼泊尔政府投入1.3亿美元用于尼泊尔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美国说的，确实是对穷困潦倒的尼泊尔是一次雪中送炭。美国难道良心发现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尼泊尔大部分政客很清楚，如今这不仅仅是一份协议，它掺杂了美尼关系等诸多复杂因素。所以这个 MCC 援助法案在尼泊尔的议会中也一直迟迟未通过，其主要原因就是 MCC 援助法案夹带有大量的私货，里面设有多项附加条款，包括还有很多不平等协议。究竟 MCC 协议究竟有哪些不平等的协议呢？比如说 MCC 协议的第7.1节明确写道，缔约双方理解合约一旦进入实施，其效力大于尼泊尔当地法律。也就是说 MCC 援助法案的地位必须高于尼泊尔国内的法律，且美国拥有解释权，这一条文最受争议。不少人认为这是尼泊尔的卖身契，援助的资金除少量可以由尼泊尔政府自由支配外，其余的资金必须投入到美国指定的领域中。援助款项的使用不得违反美国的外交政策。援助项目中的美国人员不接受尼泊尔法律的监督与管理，免除 MCC 项目的税收、海关、关税、增值税等赋税。尼泊尔必须放弃知识产权，允许美国在尼泊尔驻军等等。另外，美国还要求 MCC 协议需经过印度同意，还规定为了降低所谓的风险，该协议不仅要经过尼泊尔众议院的批准形成法律文件，更要尼泊尔投入1.3亿美元作为捆绑。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应该不难看出，这些不平等协议意味着尼泊尔要交出经济命脉，交出话语权，还搭上了与印度的关联交易，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丧权辱国。尼泊尔作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尼泊尔经济发展一直饱受交通运输成本高昂和电力供应不足的制约。尽管美国提出的5亿美元的基建援助对尼泊尔来说多么有诱惑力，但由于尼泊尔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非常浓厚，面对这些不平等协议也是持反对意见。为何最近尼泊尔议会力排众议决定通过这项极具争议的美国赠款协议呢？为此，尼泊尔还准备了一个包含12条的解释性声明，其意义是什么？尼泊尔会通过 MCC 协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想通过尼泊尔的地理位置扼住中国的后颈。尼泊尔是在中国的西部，属于中国的邻国。在尼泊尔，美国可以对中国进行居高临下的位置优势，相当于匕首抵住后颈。一旦美国在尼泊尔驻军，与印军的军事合作与联合演习将更加频繁，使我西部边境的风险进一步加大。第二，美国与印度走得越来越近。众所周知，印度对尼泊尔一直是虎视眈眈。如果印度和美国联合起来对尼泊尔发动战争的话，确实是对尼泊尔的一次大降维打击，更别提国家主权的事儿了。第三，尼泊尔被疫情影响了。像尼泊尔这个贫穷的国家，不仅没有好的医疗设备，更谈不上去控制疫情，才会导致尼泊尔疫情严重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除此之外，原本靠外汇渠道出口农产品、旅游和劳务输出，在疫情泛滥下也不复存在了。这种情况下，内忧外患的尼泊尔恐怕也是撑不下去了。想必尼泊尔肯定是走到了绝路，不然也不会时隔几年之后通过 MCC 协议。同时也能看出来，一些小国家或者穷的国家
是根本没有能力去管国家的长久利益的，可能随时要面临着今天上台，明天就下台的国家政客。尽管尼泊尔全国各地群众抗议已经持续数日，声势浩大，但这也丝毫不影响政客以出卖主权换取个人利益。尼泊尔即将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对于尼泊尔12条的解释性声明强调，尼宪法效力高于 MCC， 尼不会因 MCC 而成为美印太战略军事和安全盟友。尼仅在 MCC 问题上尊重美政策和法律，美方在尼活动受到尼法律约束和监督等等，多少透露出尼泊尔政府对此的无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尼泊尔在不损害主权的协议内容的情况下进行任何修改，以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方式通过该协议。不管怎么说，现在 MCC 援助法案已经获准通过，接下来也将进入实施阶段。毫无疑问，此举除对尼泊尔自身产生影响之外，势必对周边局势也将造成一定的影响。那这个协议对中国影响大吗？在中美关系持续对峙的大背景下，美尼两国加强合作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也有提到尼泊尔在中国的西部，基于这种条件下，中国西部边境地区未来极有可能面临双重变数。毕竟很有可能未来在美国的教唆下，不排除印度和尼泊尔同时向中国发难的可能，从而导致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当然，面对美国的行动，中国肯定也有所反击的。毕竟中国向来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中国未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呢？首先，中国会加强对尼泊尔情况的研究，尤其是要对尼泊尔的实际需求应该有更加深刻准确的了解。其次，中国加强与尼泊尔共产党等政党的合作，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理念在周边落实好。毕竟在尼泊尔国内还是有志同道合的人，其中就有执政党联盟成员尼共毛主义中心和尼共统一社会主义者最终做出妥协，最后是倡议周边命运共同体走向共同富裕。只有落实到共同富裕，让吃不饱饭的邻居吃饱饭，在未来，美国只用5亿美元侵犯尼泊尔主权的情况可能不会再发生。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俄乌冲突这么激烈，美国还是没有忘记中国。在尼泊尔这件事情上，美国肯定会借助尼泊尔的活动对中国西藏方向搞些小动作，这也是中国需要警惕的。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表态称，中方支持尼泊尔人民自己决定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大国风范。如果美国有什么小动作，中国也不会坐以待毙的。